一国重器北大，竟然连图书馆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这事儿要搁在100年前，怕是又要出大事啊！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，而教授们领着200-300大洋的薪水，看不起这些小职员。最后呢，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近日，一位北大图书馆员工在网上爆料，他们被拖欠工资整整3个月，每天超时工作10几个小时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，全年无休，还要承受领导的霸凌和羞辱。这消息一出，可不得了，整个网络都炸锅了。来看看具体数据。北大图书馆现在招聘的所谓劳务派遣工，每月工作超过360小时，平均每天12小时，甚至有时候达到510小时，每天17小时。就这么高强度的工作，工资却连着拖欠3个月。而同在北大工作的编制内职工，每月工作不到160小时，工资从不拖欠。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压榨吗？更离谱的是什么？北大图书馆的领导竟然说拖欠工资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是通过招投标找的物业公司来招聘这些员工。这话说的，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就能规避劳动法了，就能心安理得的欠薪了。让我们再对比一下更惊人的数字：2023年北大校长的年薪超过60万，副校长30万以上，而这些图书馆劳务派遣工年薪才3至4万，还得被拖欠。同样是给北大干活，怎么待遇差了10几倍？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。不只是北大，全国高校都是这个德行。武汉科技大学的图书馆招聘，明码标价，月薪2210元，扣完社保就剩1700了。这工资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只高了100块钱，而且人家还美其名曰全年实行倒班制度，寒暑假节假日统统得上班。这不就是变相的强迫劳动吗？更讽刺的是，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，大学这种公立机构居然玩起了最恶劣的资本主义把戏，用劳务派遣规避责任，压榨工人剩余价值，肆意践踏劳动法。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，天天讲什么以人为本，喊什么为人民服务，结果连给工人发工资这点最基本的事都做不到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国门，那可真是让全世界笑话。堂堂中国第一学府，一年财政拨款几十亿，居然连几千块工资都发不出来，要么是无能，要么就是故意为之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都说明这个体制已经腐烂到根子里了。你说现在的大学生天天喊着要考公务员，谁还愿意去企业？看看这些劳务派遣工的下场就知道了。在这个国家，你要是没有编制，就跟那些清朝的贱籍子民没什么两样，随时可能被盘剥压榨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现在朝廷不光对付打工人，连富人的钱也盯上了。最近各地税务部门突然开展自查自纠运动，要富人和企业主们主动交代有没有偷税漏税。这一消息传出后，北上广深的有钱人都吓得不轻。咱们来算算账，今年前9个月，全国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.3%，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更是暴跌了 25%。 财政吃紧了，朝廷就打起了富人的主意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古时候的杀富济贫，只不过现在变成了杀富济官。有意思的是，税务部门要求企业即便自查没问题，也得盖章画押写保证书，还得留存证据备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今天查完了，明天我还能再查，后天还能接着查。据《金融时报》爆料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创收，对企业大肆罚款。就拿重庆和北京来说，去年的罚没收入分别增长了 22.4% 和 21.9%， 这增长速度都快赶上当年 GDP 增速了。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因为罚款收入增长过于异常，干脆不再公布数据了。苏州一家企业的
高管道出了实情，地方政府明显没钱了，动不动就对企业罚款。你说这些企业容易吗？一边要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处罚，一边还得提防税务部门随时来回头看，这不就是变相的搜刮民脂民膏吗？更绝的是，现在税务部门连海外收入都要查。以前很多富人都不知道海外投资收益要在国内交税，现在好了，税务部门直接援引2019年的一个几乎没用过的法律条款，要他们补缴。这不就是在下一盘大棋吗？把国内的钱收完了，就开始收国外的。有经济学家说得好，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到了临界点，那政府不想着开源节流，不想着减少自己的开支，反而去打富人和企业的主意，这不是在杀鸡取卵吗？就算现在能榨出点油水来，以后谁还敢在国内投资？谁还敢创业？最讽刺的是，朝廷一边在搜刮民财，一边还说要推出什么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。这钱从哪来？不就是左手倒右手吗？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钱，再以刺激经济的名义撒出去，最后还不是便宜了那些既得利益者？有专家预测，接下来政府可能会考虑开征房地产税，扩大税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割完富人的韭菜，就该轮到中产阶级了。你家要是有2套房，那就等着交税吧。房贷还不完没关系，房产税先交上。现在的情况跟明末何其相似。当年崇祯也是财政吃紧，到处找钱，最后把驿站都给裁撤了，逼得李自成带人进京上访。这次呢，朝廷直接派税务部门上门要钱，这是要把人逼到什么地步？还记得那句老话吗？求富者日贫。现在的政府就是这样，越是拼命的搜刮民财，就越显得捉襟见肘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把蛋糕做大，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可惜啊，这些道理，那些坐在宝座上的人是一点都不懂。说到底，朝廷现在就是在打公积金的主意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全国现在有3.5万亿的公积金沉睡在账户里。这些钱是什么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！现在有些专家跳出来说，这些钱要统筹使用，说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我给大家翻译什么叫统筹使用。说白了，就是想把老百姓的钱统一收过去，变成他们投资的弹药。你们想啊，要是投资亏了，损失的是谁的钱？这些专家还说，要把公积金管理权上收到中央。好家伙，这是想学社保啊！大家都知道，社保基金现在啥情况？亏空严重，连着提高退休年龄。现在他们又盯上了公积金，这不是在打劫老百姓的救命钱吗？说起来真是讽刺。住房公积金本来是给老百姓买房用的，结果现在房子买不起，钱又取不出来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们还说这是市场化改革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说什么房地产已经止跌回稳了，形势一片大好。既然市场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自己支配公积金？为什么非要统筹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钱袋子空了。数据摆在这里，今年以来，35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跌了25%。就这情况，还说什么形势大好？再看看保交楼的进度，说是完成了246万套，但全国烂尾楼可是有900万套啊！这成绩单谁敢认？更令人气愤的是，他们现在连老百姓的维修基金都想统筹。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？是用来修房子的。现在倒好，说不定哪天就被他们拿去投资了。到时候电梯坏了没钱修，楼顶漏水没钱补，老百姓找谁说理去？这一切的背后，说到底是地方政府没钱了。原来靠卖地，现在地卖不动了；原来靠收税，现在企业都快倒闭了。那怎么办？就打起了老百姓的主意。公积金、维修基金、社保基金，只要是看得上的，都想收过去统筹。
现在的情况就跟当年崇祯年间一样，朝廷缺钱就去搜刮民脂民膏。但是大家别忘了，明朝是怎么完蛋的，就是因为把老百姓逼得太狠了。希望那些坐在高位上的人能记住这个教训，否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